36集古装权谋剧《风影燃眉香未拨先火》，演员阵容强大，爆款剧必追。最近，一部名为《风影燃眉香》的古装剧未拨先火，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。这部剧秋季图文激励计划让人津津乐道的，就是它那脑洞大开的一体双魂设定。想象一下，同一个身体里，白天和黑夜住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，一个温柔似水，一个冷血果决。这种设定在古装剧中相当罕见，加上王楚然、李弘毅等颜值与演技并存的演员阵容，以及绣春刀武术团队操刀的动作戏，简直是为爆款量身定制。光是看预告片里王楚然束高马尾、挽弓射箭的英姿，就让人忍不住想熬夜追更。《风影燃眉香》改编自秀堂的小说《伪宋杀手日志》，总共36集，将在优酷平台独家播出。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架空的宋代风格王朝，围绕名门梅家的隐秘计划展开。梅家暗中为皇族培养暗卫组织控鹤军，而女主角美酒的命运也因此被卷入漩涡。剧情的核心是一体双魂的奇幻设定。现代女杀手安九在一次任务中死亡后，灵魂穿越到古代，附身到世家小姐美酒的身体里。从此，这具身体由两个灵魂共享，白天主导的是原主美酒，她性格柔弱，不谙世事；夜晚则由安九掌控，她冷静果断，武艺高强。这种昼夜交替的身份切换，不仅制造了强烈的戏剧冲突，也为后续的权谋斗争埋下伏笔。美酒的母亲梅嫣然为了保护女儿，自愿顶替她加入控鹤军，成为一名杀手。在控鹤军的残酷试炼中，美酒安九遇到了少年将军楚定江。楚定江表面效忠皇室，实则背负着家族被灭门的血海深仇，自己还身中剧毒，导致双目失明。两人最初因利益合作，却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逐渐产生感情。与此同时，风流倜傥的公子华容简对白天的美酒一见钟情。华容简看似玩世不恭，实则胸怀大志，一心想要为美酒创造安稳的生活。这段四角关系因南里公主的阴谋变得更加复杂。南里公主勾结内奸，扰乱控鹤军试炼，导致华容简为救美酒而丧命。最终，安九的灵魂选择消散，将身体完全留给美酒，而楚定江也在复仇路上中毒失明，结局充满悲剧色彩。王楚然在剧中挑战一人分饰两角，他饰演的美酒身着素雅如裙，举止温婉，眼神中带着怯懦，而切换为安九时，则变成高马尾、轻铠甲的造型，挽弓射箭的动作干净利落。这种反差极大的表演对演员的演技提出了很高要求。李弘毅饰演的楚定江是典型的美强惨角色，他多数场景以戎装亮相，眉宇间带着挥之不去的阴郁。剧中设计了他暗中调查父亲战死真相的线索，与皇室势力周旋的戏份张力十足。延安饰演的华容简是剧情中的一抹亮色，他前期总以锦衣折扇的形象出现，风趣幽默，对美酒的追求热烈直白，后期为爱牺牲的转变则赚足眼泪。董璇饰演的梅嫣然戏份虽不多，但预告片中她站在悬崖边含泪微笑的镜头，已让观众预感这是一个充满母性光辉的悲剧角色。江一燕此次突破以往形象，饰演青鸾公主。作为皇室成员，她需要在权谋斗争中保持高贵气度，同时展现内心的挣扎。这也是江一燕首次主演古装剧，扮相令人期待。配角阵容同样抢眼，徐正熙饰演的反派景荣帝气场强大，胡逸璇、陈宇贤等青年演员则填充了控鹤军试炼中的群像戏。多场群戏通过服装和道具细节还原了架空王朝的礼仪规制。剧集的视觉呈现由郭敬明团队主导。从已发布的剧照来看，服装色彩以淡雅的水墨色调为主，美酒的闺房布景精致，
而控鹤军的训练场则充满粗粝感。这种对比强化了双魂设定的戏剧性。动作设计是另一大亮点。武术指导邀请了电影《绣春刀》的原班团队，注重实战感与美感的平衡。安九作为杀手的打戏多以近身搏斗为主，动作迅捷；楚定江的战场戏则强调大开大合的马战气势。场景搭建参考了宋代建筑风格，如控鹤军基地的木质结构、皇宫的琉璃瓦顶等。道具组还特意定制了符合角色身份的兵器，例如安九使用的轻巧万弩、楚定江的重剑等。音乐方面，主题曲由知名古风歌手演唱，旋律融合了箫、琵琶等传统乐器。预告片中，配乐随着双魂切换而变换节奏，白天场景用轻柔的筝曲，夜晚则转为急促的鼓点。剧本改编保留了小说中的关键情节，如双魂共生的起源、控鹤试炼的残酷规则等，但对部分支线进行了精简，使36集的篇幅更紧凑。编剧增加了楚定江与安九互相试探的对话场景，以强化情感铺垫。拍摄期间流出的花絮显示，王楚然为演好打戏进行了数月训练，包括射箭和格斗基础。李弘毅则在盲戏部分下足功夫，通过模仿视障人士的肢体语言来表现楚定江的失明状态。剧集宣传突出了双魂概念的视觉化呈现。特效团队用冷暖光效区分两个灵魂，美九出现的画面偏暖黄色调，安九登场时则转为青蓝色。这种处理帮助观众直观理解身份切换。Historical 顾问团队确保了架空背景的合理性，如官制参考了宋代枢密院体系，但人物称谓和礼仪做了虚构化处理。这种半虚半实的设定既保留古风，又赋予创作自由。服装设计兼顾美观与功能性。安九的夜行衣采用暗纹提花面料，既符合杀手身份又不失精致。美九的日装则多用纱质披帛，突出闺秀的轻盈感。化妆风格依角色而定。美九的妆容清淡，以柳叶眉和浅唇色为主，安九则加重眼线上挑的锐利感。楚定江的病容通过苍白底妆和乌青眼圈来体现。剧集节奏把控显见功力。前2集快速交代双魂设定，第3集即进入控鹤军试炼主线。权谋线通过楚定江的暗中调查逐步展开，与情感线交织推进。人物成长弧光清晰。美九从依赖母亲到独立面对命运，安九从冷漠到为他人牺牲，楚定江从复仇执念到学会信任。这些转变通过具体事件呈现，如美九第一次独自应对家族危机。冲突设计多层次，既有南里公主引发的政治阴谋，也有双魂共体导致的身份危机。安九与现代记忆的割裂感，通过他面对古代器物时的错愕细节来表现。台词设计注重性格差异，美九的语言温软含蓄，安九则简短犀利。楚定江的对话多带试探性，华容简的台词常含双关幽默。灯光运用强化氛围，宫廷戏用烛光营造压抑感，野外戏则借自然光突出辽阔。安九夜戏常以月光斜照来衬托孤独。剪辑手法服务于双线叙事。美九与安九的场景常用匹配转场，如从美九刺绣的手切换到安九握剑的手。回忆片段以灰调画面区分。文化元素巧妙植入，剧中出现了点茶、投壶等宋代风俗，但都融入剧情，如华容简通过投壶游戏向美九示好。配角故事线不喧宾夺主，如梅嫣然的牺牲通过闪回补充动机，青鸾公主的挣扎仅用几个朝堂场景勾勒。实物特效占比高，爆破戏采用可控火药，箭矢飞行轨迹由物理特效模拟。CGI 主要用于灵魂切换时的光效处理。拍摄周期长达6个月，转场5个影视基地。最大规模场景是控鹤军试炼的峡谷战场，
动用了300多名群演，演员阵容搭配考虑市场接受度。王楚然和李弘毅此前均有古装代表作，延安的偶像气质吸引年轻观众，董璇和江一燕覆盖熟龄群体。剧本会根据演员特点微调，如延安的舞蹈功底被设计进华容简的出场戏，王楚然的仪态训练成果体现在美酒的行礼动作中。行业关注点集中在制作规格，每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，但舞指和美术团队的投入高于同类剧集。这种资源配置反映出对品质的追求。市场预热策略聚焦话题性，宣传片突出双魂新奇设定，社交媒体发起白天美酒夜晚安酒的变装挑战，观众反馈已初见端倪。预告片发布后，王楚然的打戏片段和李弘毅的盲戏表演在短视频平台获得高赞。悲剧结局设定引发广泛讨论，审查层面做了适应性调整。原著中部分血腥描写被转化为意象化呈现，如用红叶飘落隐喻华容简之死。海外发行计划同步推进，剧集配有双语字幕、服装纹样等细节考虑国际观众的认知基础。播出模式采用周更制，优酷平台配套推出角色投票活动，延续播出期间的热度。衍生开发已有规划，同名手游同步研发，剧情分支选项允许玩家体验双魂不同选择带来的结局。行业评价多肯定创新勇气。影评人指出，双魂设定打破古装剧常见穿越套路，权谋线与情感线的平衡较同类作品更成熟。